开始吧。是，老师。今日与老钱召集诸位，开启海神阁会议，皆因一件关系我院百年生死枯荣之。一派胡言！严少哲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直接说是。分明是你答应把霍雨浩给我魂导系在先，又出尔反尔在后。灵儿，少哲，你继续吧。灵儿说的不错，但我答应此事时，并不知道霍雨浩是双生武魂，且第二武魂拥有极致属性。那孩子就是极致属性，你看走眼了？只有我们武魂系才有教导一名极致属性拥有者的经验，并将他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。你忘了你把他踢出武魂系核心弟子的事了吗？你连他的潜能都发现不了，又怎么帮他把潜能发挥出来？而且霍雨浩的潜能并非只在武魂系，他只用了8个月就成为了一名2级魂导师，这个提升速度已经创造了魂导系的历史。因此，我和仙院长番禺已经决定将极限单兵计划落实到他的身上。你们再怎么说，我们都不会放人的。我们魂导系倾尽全力，难道比不上你们武魂系？极致属性魂师1000年难得一见，我们武魂系更不可能放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极限单兵计划可是我们在这里共同批准的，难道你们想要反悔吗？那又如何？老爷，你们言而无信，那是你使招。你们武魂系想要明抢吗？这个学员，我们武魂系势在必得。好了，我请诸位回想一下，我们史莱克学院创立的初心是什么？史莱克只培养怪物，不培养普通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大胆一点，培养一个真正的怪物呢？您的意思是，既然他具有如此惊人的天赋，那就让他同时成为武魂院和魂导院的核心弟子。武魂院、魂导院双重修炼，这可从未有过先例。不错，没有先例才叫怪物。且看他的天赋究竟能让他走多远。谁先？日月战队放弃个人战，直接进入223之战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决赛第2轮个人淘汰赛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弃权，史莱克学院获胜。总比分双方1比1平，10分钟后进行第3轮223之战。这个老狐狸被他看穿了。日月战队将团战若个人战，在输给我们2分的情况下，逆转可能性不大，所以主动认输进入223之战。我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，日月却还有完整的预备队阵容可以出战。哼，无论人数还是队员修为，史莱克都与日月有巨大差距。史莱克那边只剩5人，按照223的赛制，第3场无人可用，我们只需赢下1场就能稳操胜券。如龙、夏风，第1场你们上，我们一战定乾坤。是。双方队员入场，快开始比赛吧！这是223之战，不是个人淘汰赛。我1个人就够了。没想到，居然……好狂妄的丫头！小桃，让你1人对战2名魂导师，其中还有6级魂导师的队长马如龙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潇潇和菜头的伤都没痊愈，实际我们能出战的，只有你和宇浩、王东3人。2大学院队长之间的巅峰对决，马小桃如果赢了，我们还有一线机会；如果他输了，那么也基本宣布了总决赛的结果。小风，给我争取时间。没问题。
力全开！凤凰流星雨！6级魂导器，雷电凭证。充能完成。这件魂导器拥有光明和黑暗2种属性，对方研究了马小桃武魂的传承和特点。必为黑暗，定罪异端。凤凰火线！这件魂导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这是什么魂导器？觉醒吧，审判之剑！糟了，那件魂导器能把马小桃体内的邪魂引发出来。不好，马小桃的邪火失控了。审判之剑能够以黑暗之力融入敌人的魂力之中，令对方魂力属性变为黑暗，同时再以剑身强大的光明属性审判对手。你武魂中的黑暗已经被勾起，必将受到审判之剑的制裁。这样下去，马小桃会被邪火吞噬，彻底沦为邪魂师的。裁判，我们认周老师。我是史莱克的队长，肩负史莱克的荣耀，绝不能在这里倒下。审判，公平的审判。神圣审判。可惜，你们还是不够了解曾经诞生神奇的邪火凤凰。老娘不服！我不信在这世上有能审判我的力量！碎星银弹！8级魂导器8回魂头。本场比赛结束，胜者史莱克学院。薛老，我来给小桃姐压制邪火。不行，小桃的武魂已经变异，以你现在的魂力，不仅压制不住，反而会被她的黑火吞噬。她的武魂已经彻底变异为黑凤凰，体内充斥着黑暗与邪恶的极致之火，连神智都受到影响。恐怕将来会变成一名彻底的邪魂师。邪魂师，萧雨浩、王东，剩下的就靠你们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223之战，日月先输一局，
第2场他们一定会全力反扑，连小桃都受了他们暗算。你们还很年轻，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。老师，我们要战，我们不能浪费小桃姐的牺牲。好，无论最终胜负如何，你们都是史莱克的骄傲。去吧，孩子们。因为人数不足，223之战我们只能打2场。宇浩和王东这一战，既是决战，也是终战。告诉这把剑的主人，孟红尘武魂中的缠毒会慢慢侵蚀他的身体。如果他信得过我，就来史莱克学院找我。小桃急需学院救治，玄老带着药恒、洛尘护送他先回去。冠军奖励等我们回去再行分配。霍雨浩，你是谁？我叫朗牙，是代表本体宗前来接你回家的。回家？本体宗是一切拥有本体武魂魂师的家，相比于史莱克学院。本体宗能给你更好的指点，让你真正体会到本体武魂的强大。不出20年，全大陆都会为你震惊。他所言不假，本体宗向来有天下第一神秘宗门之称，整体实力比邪魂师群体更恐怖。感谢前辈的好意。但我觉得史莱克学院的教学很适合我，并且也是我的家。我不会加入本体宗。回去告诉本体宗那个老怪物，老子还没死，别想靠近我们史莱克。我无意冒犯，告辞。谢谢玄老。你们以预备队的实力拿下冠军，注定受到各方关注。本体宗只是第一个出手的，不过也不用怕，学院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本体宗到底什么来头？除了咱们学院的海神阁，魂师界还有2大势力，一个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明德堂，代表着日月帝国最尖端的实力。堂主是红尘兄妹的祖父，那把审判之剑就出自他手。另一个就是本体宗，从不轻易出世，每次出世却都会掀起不小的风浪。是红尘兄妹的祖父，那把审判之剑就出自他手。另一个就是本体宗，从不轻易出世，每次出世却都会掀起不小的风浪。本体宗行事全凭好恶，极为霸道。2000多年前，他们先后猎杀了7只10万年魂兽，引发星斗大森林兽潮暴动。学院不得不召集顶尖强者成立海神阁，抵挡兽潮，拯救平民。好像听雪弟说过这件事，我知道。囚禁我的那些家伙，号称星斗大森林4大凶兽，他们联手强攻了史莱克城。不过，星斗大森林地下似乎沉睡着比他们还恐怖的存在。原来海神阁是因为本体宗才成立的。宇浩，你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了。玄老，小桃姐的情况如何？他体内的黑凤凰火焰暂时封印住了，关于审判之剑的研究也在紧急进行。耀恒和洛尘自觉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，跟我们商量，把奖励都留给你们。孩子们，我们现在就回学院，好多人在盼着你们呢。玄子，说吧，你提出召开海神阁会议要干什么？这次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，
这不是我带队时第一次出问题了。作为领队，我责无旁贷。我决定辞去监察团副团长之位，并退出海神阁。玄老，这怎么可以？谁都会出错，何况导致这次惨剧的因素很多，邪魂师有诡计多端，还有猝不及防的魂导元素炸弹。赵哲，你不要说了。我这次又导致了1死6重伤的场面，这份责任只能由我来承担。玄老，你就留下吧。这些年来，您对学院的奉献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还要去姚浩轩的家族一趟，尽力化解他们的悲伤。我意已决，就此告别吧。回来，穆老，我真的没脸再留下了。我让你回来，你听不到吗？自责不如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监察者。灵儿，在。等比赛结束之后，你以史莱克学院的名义发函给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提出交流申请，派遣我们魂导院的学员去他们那边交流学习。那边会答应吗？我们的学员恐怕也……那边会同意的，他们早就希望能够与史莱克学院进行交流学习。至于学员们，他们是去长见识的，起码要让他们知道，代表着大陆上最先进的魂导师学院是什么样子。我明白了。你们仔细协商，5年内，武魂院和魂导院必须要有所融合。会不会太仓促了？虽然魂导科技的发展很快，但魂师到了魂圣级别以后，魂导师还是不能和我们魂师相比的。不久前，我亲自去了一趟日月帝国，看到了许多令我震惊的东西。日月帝国魂导科技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我甚至看到了一种需要多人操控的超大型魂导器，那个东西足以威胁到我的生命。什么？老师，您已经是99级的极限斗罗，竟然有魂导器能够威胁到您的生命，那这魂导器的威力相当恐怖。从日月帝国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们已经越来越不甘寂寞。你们觉得，一旦大规模战争开始，学院还能够独善其身吗？宇浩，你醒了，我们到星罗城了。